大家好，我是老田。今天我们来种蒜黄。种蒜黄呢有2个要点，还有一个期待。我们期待能够持续收获3茬的蒜黄。第一个要点就是防腐。种过蒜黄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种蒜黄是很容易产生腐烂的。那么我们怎么样防腐呢？关键的2点就是土培和控水。这里我选择土培，并不是指水培法不好，而是用水培法的话，每天都需要换水，比较麻烦。如果万一哪天忘了换水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腐烂。控水是指让土壤一直保持半干半湿的状态，太潮湿的话容易产生霉变。土培法的话，我们有这样2种育苗托盘可以选择。这种是比较传统的土培法的育苗托盘，上面有一些孔，但是孔并不是很多。这种上面的孔比较多，通常我们用来做水培种植，不过我们用它来做土培种植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2种种植托盘都是1.25寸的浅盘。如果选择用这种传统的上面孔比较少的种植托盘的话，我们在里边直接加上一层土就可以了。如果选择这种上边孔比较多的种植托盘的话，可以直接铺上一层土种植，也可以拿一张厨房纸铺在上边，然后再铺土。这样的话可以防止土壤掉落。我们的种植土壤可以选择育苗土、盆栽土，或者也可以直接拿椰糠来种植。如果选用椰糠来种植的话，因为椰糠的纤维比较长，所以用这种托盘的话，完全不用担心落下去，所以也就不用铺厨房纸了。我今天选择用这2种育苗盘，各种上1盘蒜黄，就都不加厨房纸了，加上育苗土直接种植。底部的5孔托盘，我还是选用这种1.25英寸的浅盘，这种盘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白色、黑色、蓝色、绿色，都差别不大。现在2个种植托盘里的土都已经装好了，装好土之后都看不出什么区别了。左边的这一盘是孔比较多的育苗托盘，右边的这一盘是孔比较少的。为了能够比较容易的区分，我特意给右边的盘选了一个缺了一角的育苗底盘。接着我们来包大蒜，这一包是有2磅的蒜。包蒜的时候，我们把表层的外皮去掉，然后把根儿去掉。这个是去掉的根儿。我们就留这样的蒜瓣就可以了，不用再额外把蒜瓣表面的皮给去掉了。包蒜的时候，这种太小的或者是有点坏掉的蒜瓣，我们就给它挑出去，就不要了。越是这种匀称饱满的蒜，种植效果越好。这个就是最后包好的蒜瓣。包好后的蒜瓣，我们尽量把表皮再搓一搓，把表面的这个蒜皮给它搓掉。这样的话，在室内种植的时候会干净一些。行，接着我们就挑这种好的蒜瓣，一半一半的给它种到育苗盆里边去。我们就这样压下去，整齐的排列就好了。我们种的蒜瓣越大越匀称，将来长的蒜黄越好。有的人在种蒜的时候也会把大蒜外边的表层的皮都给去掉，那样也是可以的。不过那样做太麻烦了，我们一般就没有必要那样做了。我们种的时候一定要把坏掉的蒜给它挑出去，不然很容易导致腐烂。行，我们就这样一半一半的种，把2盘都种好就可以了。这样1盘蒜就算是种完了。我们种2盘的话，大概是要准备3包6磅的蒜，因为超市里面的蒜会有很多小的或者是坏掉的，不适合种植的，要把它挑出去。我们在计算的时候要把这部分量也考虑进来。我们接着就用同样的方式把第2盘蒜也给它种出来。这2盘蒜这样就种好了，接着我们给它喷上水。喷水的量要掌握在让土壤达到半干半湿的状态。喷好水之后，我们拿这样一个育苗托盘的底盘给它压在上边，然后上边放上一块砖头，这样能给大蒜一定的压力，促进大蒜的生根。2盘蒜都种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搬到室内，在60到70华氏度的条件下让它们生长了。今天是我的大蒜瓣播种的第10天了，在这个期间，我大概是每天揭开盖子给它喷上1次的水。我们从盒子下边缝隙的地方就能看出蒜苗的出芽情况了，看看这个盒子已经被顶起来了。接着让我来把盒子打开，咱们揭晓一下结果。咱们来看一下，基本上都已经发出了1寸多的芽了。其实我这个10天的时间就是大致做一个参考，这个时间受大蒜的品种还有我们播种时候大蒜瓣的状态影响是很大的。如果我们的大蒜瓣在播种的时候就已经发芽了，那么其实可能只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就能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其实这个发芽的时间是不固定的，我们每天在喷水的时候检查一下小芽的高度，如果高度已经长到1英寸了，我们就可以把压着的盖子给它揭下来了。蒜种上边已经有很多的蒜皮自然的脱落了，被小芽给顶起来了，我们把它拿下来，看看就是这样。
咱们再来看看小苗的生长情况，长得整整齐齐的，非常的不错。我们再来看看大蒜的根部，这是孔比较少的那盆，这一盆是网格多的那一盆，看看根系长得密密麻麻的，都长到下边了。虽然从目前这2盘蒜苗的长势来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从它的根系，我们已经看到孰优孰劣了。这个网格的育苗盘对根系的生长明显是更有好处的。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不能从上边给它喷水了，而是要从托盘的底部给它浇水。浇水的原则就是大概每天2次，每次1 cup 左右。我们之所以选择从现在开始从底部浇水，一是大蒜的根须已经长出来了，已经可以从下边吸收水和养分了。第二就是，如果我们还从上面浇水的话，容易导致小苗过度的潮湿，产生腐烂。接着我们来讲讲施肥。我一般的话，在这个时候都会给小苗施上1次的有机叶肥。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小苗能够生长的旺盛一些。另外，对于种蒜黄来说，我期待的是能够收割3次以上，所以对于第1次还有后边每次收割之后，我们都要加上一些有机叶肥。这样的话，能够给它充分的肥力，让它能够长得更好。其实对于这种土培蒜黄的话，如果你没有叶肥，不给它施叶肥，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只不过后来的长势会越来越弱。我们稍微给它加上一些叶肥，能够保证后续生长有充足的养分，能够保持持续的旺盛生长态势。我这里给2盘蒜苗准备了2 cup 的水，然后这个小勺这一面是1茶勺。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1茶勺的有机叶肥加到2 cup 的水里面。这次我用的是无色的氮钾有机叶肥，氮的含量是2%，钾的含量是3%。这个肥应该是比我以前用的111的有机的育苗肥效力要高一些。另外，这个肥无色无味，所以用起来感觉也会干净一些。我接着给每一盘加上1 cup 的肥水，然后我们拿起育苗托盘，给它轻轻的这样摇晃一下，让底部的根须每个地方都能接触到肥水。以后就是这样，每天1到2次的水。肥的话，我们就等到第1次采收之后再浇下一次的肥。我们的蒜苗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接着就到了我们第2个关键要素——遮光了。蒜黄要想变得黄，并且长得又高又快，就一定需要遮挡阳光，否则的话就会长成青绿的蒜苗了。大家家里可能都有这种黑色的整理箱，这是我找到的最简单的遮光方案了。大家可以把这种整理箱罩在育苗盘的上边，这样就可以给它起到遮光的作用了。这样就行了。我们以后浇水的时候尽量速度快一些，避免让它过多的接触阳光。今天是我们蒜黄遮盖后的第4天了，咱们来看看生长情况。咱们快速的看一下，等会儿还得赶紧把整理箱给盖回去，不然一会儿就变绿了。现在这一盘蒜黄长了大概已经有8英寸左右了，另外这一盘稍微矮一点，大概有6英寸左右。其实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还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网格的育苗托盘蒜苗的长势还是要旺盛一些。我现在赶紧给它盖住，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是蒜黄遮盖后的第7天了，2盘的高度都已经接近30厘米了。网格种植盘里边蒜黄的高度还是要稍微高了一些，但是两者的差距已经不明显了。我们再让它们稍微长一长，一般长到30到40厘米就可以采收了。现在是蒜黄遮盖后的第10天了，终于到了我们可以采收的时候了。咱们来量一量尺寸，现在已经差不多有35厘米了。左边这一盘种在网格育苗盘里边呢，还是要比右边稍微高了一点，不过两者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所以如果选网格育苗托盘来种蒜苗的话，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优势。不过也并不用过于纠结，因为两者差别并不是很大，所以选择少孔的育苗托盘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抓紧给它采收下来，不然过一会儿见光太多了，该变绿了。我们采收的时候，底部给它留上2厘米就可以了，这样让它能够继续长第2茬。咱们先把这盘长得高的给它剪下来，另一盘可以留着，留到明后天再剪。这样的话可以吃上最新鲜的蒜黄。看一下多鲜嫩，感觉剪断的部分马上就要滴出水了。看看这些水珠，还有最后一点了，咱们剪完以后称一下重量。咱们看一下，有这么一大把。最后我们一个种植盘收获了大概有1.28磅。如果按照蒜黄现在的市场价来看，我们这一次收获应该就已经收回大蒜头的成本了。咱们收割过蒜黄的蒜头，接下来给它好好照顾一下，还能有第2茬、第3茬，甚至是第4茬的收获。最后咱们给它加上1杯的加了有机叶肥的肥水，然后就可以盖上，继续等待，等10天之后再收第2茬了。
咱们最后再来感受一下这盘大蒜的发达的根系。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蒜黄种植的要点。第一就是土培，椰糠或者是育苗土都可以，这样可以避免腐烂，避免频繁换水的负担。另外，为我们将来能够持续的收获3茬以上，也提供了一定的保障。第二一点就是一定要遮光，保持鲜嫩金黄，避免变绿变老。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的就是，我们每一茬蒜黄都可以使用1次含氮钾的有机叶肥，这样能够促进生长，提高产量，增加可收获的次数。最后要说的就是关于这种孔比较多的网格育苗盘，我们能够明显看到这种育苗盘能够促进大蒜根系的生长，蒜黄会长得比普通的少孔的育苗托盘要更快更高一些，不过区别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最后的对比结果就是选哪种育苗托盘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最关键的是我们早点把它种起来，早点能吃上鲜嫩的蒜黄。